萨瓦迪卡，捧次格拉卡，印地到了，告诉张国萌。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来聊聊在清迈买二手车的一个体验，或者说一个小经验的分享吧。是这样，在之前呢，帮语言学院的同学在清迈买了一台二手车，我陪他应该算是保姆级的陪买，是叫陪买吗？不是，帮他看车吧，就算。因为之前在北京呢，有那么10年8年汽车行业的从业经验，然后再加上自己平时喜欢汽车，然后有时候收点二手车，然后再玩一段时间再卖掉，所以说也对这些稍微有那么一点了解，专业谈不上，但是呢，比不懂的强那么点儿。所以就帮同学一起去看看这个二手车到底是一什么情况，也顺便了解一下清迈的二手车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就到了清迈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二手车市场去转了转。有的市场的车收拾的非常工整，就是他把车整得非常好啊，整备的非常好，就是让一般人几乎看不出来之前哪有过什么什么问题。而他们的事故标准评判这个车的标准呢，可能跟咱们理解的还不太一样。咱们理解的可能是，这个车钣金多少块啊，然后或者说是喷漆多少块。而泰国当地车商呢，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但是对你说的时候全说这车没毛病，就是这车好还是不好，他告诉你这车好。所以说，如果您不懂，在这儿买二手车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在这儿呢，首先先建议您，如果说您要在清迈买二手车，找一个稍微懂点的朋友啊，比我强的那种啊，就别是那个完全不了解，只是拍脑门懂的。找个朋友帮您看看，或者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可以帮您看，花一些费用而已，是吧？就避免一些小坑吧，就算是。我记得当时呢，陪他去看了一台二手车，那台二手车呢是他认识的一个泰国人给他推荐的一个小的二手车商，距离我们这边还特别远，这可能也得20多公里，大概那么一个距离。到了那儿呢，有一台我忘了是什么车了，我真忘了，好像是叫尼桑的 March，还是那铃木的一台小车，应该就是奥拓，就是新款的奥拓，咱那儿没有啊，具体车型我记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是之前的事儿了啊。去看了之后呢，那台车呢看起来很新，漆水都非常亮，但是一打开机器盖，一看看门边，我立马就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新。它是全车柳过漆，而且柳的还特别糙，就是只要你是车行的，只要你干过这个相关行业的，你到那儿一眼准能看出来，都不用细看。然后呢，那个车呢，并且还有过水泡的痕迹。因为清迈这个水就是河水啊是比较黄的，雨水呢可能冲刷，就这些泡是怎么来的啊？先说啊，就雨水大的时候，有可能就把这车半淹，不是全淹，那可能淹了一半，淹到门那个附近的位置。所以你打开机舱盖，你一看底下有很多那种像黄土一样的东西在发动机上趴着，然后瞬间我就明白它怎么回事了。它不是生锈，它就是被那种有泥沙的河水或者雨水半浸过，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在人家车商的嘴里，这个车没有事儿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反正是咱们这边的标准，这种车我们就给它定义为叫水泡车了。如果卖这种车，可能如果是在正规的，在咱们国内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这种车是可以退车的，你知道吧？所以，但是在人家这儿呢，就是买定离手，你觉得这车好你就要，你觉得这车不好你就不要。然后这个车呢，一看这种情况我就不太推荐它。当然我说的很婉转啊，我没直接说他这车就不行，我是说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那同学呢也是算是比较信任我，他就当即就说那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这车现在先不要了。然后怎么回事呢？然后他那个泰国朋友就紧接着电话就来了，就问他你那车买了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这中间说的什么意思，就紧追着他你那车买了吗？最关键的呢，其实他预算并不高哈，哪年的来着？2012年的，距今年可能12年，反正是10年左右的车，具体哪年我还是忘了。但是这个车它卖，比如说卖16万，我们出门找到了另外一个车商，跟他状态差不多，还没有全车翻新过，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有什么大事的这么一个车，只是状态看起来没那么新，毕竟没有全车翻过新。那个车可能比他现在之前问的，就是泰国朋友介绍他去的那个地方那台车便宜了6万泰铢，就实际状态可能差的不是天差地别，但是价格差的不少。
因为它毕竟这个车很便宜，它6万泰铢就已经差出1/3了。我在视频里呢也给我这个同学给过一些建议，然后呢我后边的视频呢就是一些简短关于买车过程中的记录。今天来陪看二手车，这些肯定都超出你的预算。你看这种车都70多万泰铢，超你预算1倍拐个弯，不太合适了就。对，咱只能看看小车，像比如说那边那个，最边上那白的，不是倒数第2辆白的，这个 Suzuki。这个应该可能大概是在你预算，我感觉哈，我也没看，咱们看一下。还行，我喜欢小。这多少钱？在哪儿呢？32万5。32万5，但是这个车非常新，这2018年的车。你怎么知道？不是写着呢吗？然后像这种，像右边这种马自达，应该也是可能可以，就类似这样，反正就类似这样的小车，可能是比较适合你，也好开。对，我喜欢这样的。对。然后这边也都是小车，对，小车。这个日产，这个应该也不会太贵，我感觉。对，其实我觉得你是这样，你这么多车都在这儿，你先看看大概你喜欢的外观。如果你觉着，如果你喜欢，你就打开看看里边是不是你喜欢的，然后咱就看价格。我觉得这样的就差不多。然后我喜欢就是不喜欢后面带屁股的。就是2厢车。对对对。2厢车。2019, 1920. Can I have the information about it? Yes. Just come today. I'm going to take a photo today. Okay. This one 2020. Produced 2019. And mileage 60,000 kilometers. One owner. No big accident. 380,000 baht. 3,000 baht. Yeah, 380,000 baht. 30万。差不多。这里还能再还价吗？可以啊，就是你先不要，你只是这2020年的车，这才4年的车。就是你先看看这车的样子，或者你可以这样，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想花多少钱。对，你这为什么我老问你预算？其实因为你要是这么看就特别累。你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我哪个车大概是你预算范围。那我应该是3乘15万。我这么跟他说吗？你就说我想花多少钱买车，然后他有没有合适的，就这意思。你说20万左右，可以还价。Afternoon. 他说下午有一辆，下午才有有一辆这么多钱的车是吧？对，看看。其实他可能大概在20万铢左右的预算能选择的，可能也就是铃木、30、马自达、丰田可能够呛，丰田比较贵，本田也比较贵，12年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你不用管它年份，对，年份并不重要，就是使2年的车可能不如使10年的车好。就这个。可以啊。这上面写着16.8多公里，然后您看到的公里数，比如写着8万、10万、15万。我看的车哈，几乎90%以上都被调过表，甚至哈有一个车，它表显大概是25万公里，25万公里，10几年的车，我觉得公里数好像看着挺正常。但是您仔细观察它的内饰磨损啊，其他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您会发现，您发现不了，因为您没看到哈。我看到哈，我个人感觉啊，这车至少调了一半，就是它那个表至少是50万调到了25万，至少是50万啊。然后有的那个方向盘它不是真皮的，它是那种就是橡胶方向盘，都磨的秃噜皮，橡胶都掉了，就已经完全掉了，碎掉了。然后还有的那个座椅，是因为它这好多布座椅的车嘛，那个布座椅裂开了，然后里边棉花都被掏空，就这种肯定是超大里程调下来的车。
你看这台车了吗？这台红的，跟那个是一样的。这台红的跟那个是一样的。喜欢红色。对，对，跟那个一样的。不知道。这贵，这是哪一年的？好years？2016的。新一点，那贵了10万铢。那我们就锁定这个。不是，也有同类的别的车。当然这个车在这儿非常流行，你在马路上也经常见到这种，一般也都是个女士自己一个人。这是2019年的，这37万多。哎呀，这个2014年的飞度27万5。37万，一个新的。对，就是新车其实也不便宜，是吧？没事，咱再往后转转那么多呢。59，其实这并不贵，12年的啊，不对啊，这也挺贵的。这车在国内哪卖了这么贵啊？写着吗？23、29万9。那只要说19万最便宜。你要光看便宜那个是真便宜。一辆普锐斯，看这个普锐斯多少钱啊？有写吗？没有写。现在这个市场都不怎么写价格了，以前都会写价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写价格了，现在。所以就你不能一眼看出来这车多少钱，你还得要问他们。所以有的车就，你确实不知道。你看那稍微老一点的奔驰，29万8，E200。但是这个比那天拍卖的那个要便宜啊。这台 E31万9。这台 E31万9。那你就上后边那家看吧，这全是大车，我感觉这。后面多少？对。这里。在干嘛？我跟你说话。กำลังมองหารถรุ่นไหนอยู่ครับกำลังหารถรุ่นไหนอยู่找车，什么型号？你记住这个车商啊，记住这个车商。这个车商我们第一次看车的时候没有车，那我们第二次再来这儿的时候，很巧，有一台是他昨天刚刚收来的车。他前一任车主呢也是咱们国人同胞，而且我看了他在这个 4S 店他的一个保养记录，他几乎把就是下边的发动机衬套啊、球头啊、半轴啊，就等等一些换的易损件啊、橡胶垫啊，也就是说他那车表显10万公里，他把10万公里该换的那些东西全都维护保养了，这些价钱并不便宜，而且还带了1年的商业险。所以说这些综合这些因素加一块呢，可能最后选择了这台车，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一台车。如果当时我有购车需求的话，这台车可能就到不了他手里，我就买走了。这车啊，这车年代了，这车比那个比那个雨燕强。对，比那个要强。有的时候都是缘分。他昨天刚过了这个车。对，他昨天刚过。被咱捡到了。不是捡到了，其实咱亏了，你知道亏哪儿了吗？这个车之前是一个中国人开的，咱要是能在微信群里早找着，可能比这便宜多了。对。对他有可能在群里边没，他着急了，对，然后他就卖给他了。这个 video 个十百千万十万。好，那现在总结一下，如果您在清迈买二手汽车呢，就是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非常懂汽车，非常懂啊，非常懂，我说的是非常懂，你可以让他帮您看一看，不会吃亏，不会上当，还促进了朋友之间的友谊。如果您没有，没关系。如果没有，第二个方案就是您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在清迈应该也有很多专业机构，甚至有中文服务的机构可以帮您看，所以这样也避免了您一些后顾之忧。然后呢，您在选车的时候有几点呢？第一点，您先确认您的预算，比如我就想花20万泰铢，还是30万泰铢，还是40万泰铢，我把我确定的钱选清楚啊，就是因为您不管您在中国买新车也好，还是在这儿买二手车，这个是我的经验总结。您把您这次购车的预算确定清楚，就可着这钱的上下不超过多少，您去看，这样您挑选起来会非常的轻松和容易一些。第二点，在这个预算里边，您选择您就是外观也好，内饰也好，看着最喜欢的车啊，然后确定好品牌型号
和您能在这个价格买的年份的车之后，您再横向去对比，比如我就找这个型号的这款车，或者这几款型号的这几款车，那您看的时候就会很轻松。到那儿您可能一眼就看到这儿有没有，这儿有几辆，有几辆符合我的心意，这辆车哪儿行哪儿不行，这样一下就能很快的来锁定您来买车的这目标。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说那个拍卖，汽车、摩托车的拍卖我都去过很多次了。汽车的拍卖呢，我建议您慎重啊。为什么建议您慎重呢？就是他那边的车的状态，也不是说完全都不好，但是它大概率不会整备。它就是这个车，比如说因为各种原因来到这个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它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没有经过整备。就是说您买完这车回去，您要自己收拾，自己收拾呢可以，但是呢您得考虑您的时间成本，还有您的精力，您知不知道哪儿去整备这些东西啊？如果您这些都清楚的话，那么恭喜您，您还可以干上二手车的生意了。因为在拍卖会现场，我看到好多二手车车商吧，就清迈的二手车车商都在那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车去进行算是收购吧。他们收购回来呢，经过整备，可能您手里可能比拍卖要稍微高一点，但是人家也有人家的利润。但是您得到的车是一个完全整备好，只需要开就可以的使用工具，而不用再为它操心了那么一件事儿。所以如果您不是特别懂、特别专业，我不建议您去拍卖市场去看这些拍卖车，还是看看各大车商吧。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祝大家生活愉快。如果您需要买车，能买到自己心仪的车辆、合适的车辆，谢谢大家，再见。